没事吧？哦，没事没事。那还真不好意思。没事儿。你好像瘦了些啊？你能告诉我一些卓妍的事儿吗？我们这些老同学啊，都是你们情侣间互探情报的对象。卓妍为什么到琅琊当清洁工呀？他没告诉你。他的一个朋友告诉过我一些，但我总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。可能他不想让你掺和到这些事儿当中来吧。可我是他的女朋友，我爱他，我想要跟他共同进退。可是他不这么想，他不想破坏你的生活。那他到底在做什么？那个卓妍，他以前开过一个公关公司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一次活动的失败，导致破产了。那不过是个表面现象。其实吧，卓妍一直是一个优秀的公关人才。当年琅琊区域总监一直想挖卓妍过来帮他工作，可是卓妍没有答应，因为卓妍她想创立自己的公关公司。卓妍成立公司之后，业绩突出，还成功的抢了琅琊的一个重要客户。琅琊的区域总经理咽不下这口气，于是呢和王主编串通，放出了奢侈品巡展的风声，引卓妍上钩。事成之后，王主编和卓妍签订了在琅琊当清洁工的这个协议，来偿还他的债务。你想想看，一个强大的公关公司和一个最有影响力的杂志社，他们互相勾结，那卓妍还不被他们死死踩在脚下？想什么？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？那缠绵的地点。来这干嘛？你不是答应昨天晚上陪我一起吃饭的吗？你忘了？没忘。那你是故意的？是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了？我就这样一个人，我有我自己的私人空间，我就是不屑跟你那些朋友们见面。这我知道，他们说你不值得信任，不真诚，不努力，不认真。才看出来吗？你知道的，他们就是嘴巴不饶人。他们说的是实话。他们是为我好，怕我受伤。你别生气呀。应该是你生气吧？我不生气。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有自己的私人空间，也就是自由。但是相反，就意味着这种自由会被牺牲掉一些。我爱你，我可以牺牲掉我的自由，把我最宝贵的私人空间与你一起分享。我相信，总有一天你也会敞开你的心扉，打开你的空间，我们相遇在一起。也许那个时候我们会结婚，会有宝宝。我相信我们的宝宝有一天会看到他的爸爸，搂着他妈妈，拉着他的小手，一起出席
现在却会有谁在餐厅出现在大街小巷？我很明白你在想什么，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，相遇的地点，结束的一切，很明白爱并不是你要的一切。所有混乱的感觉，无可救药的一切，太多一切，太多情节，太多相同的理由，让我无法拒绝。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很明白，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，那分手的夜，那缠绵的地点。事情大概就是这样，当时场面几乎混乱。所以我们创意部认为应该重新调整计划。重新调整公关计划，这简直是公关界的日全食。这事儿我也得跟 Frank 汇报。我还是认为这跟客户不介入过多有关。小柔，我觉得你对时间有偏见。放心吧，别客户部、创意部的，这事儿我给你们担下来。Frank 刚刚离开，如果查友有急事，可以在这里等。谢谢。刚 Frank 打来电话，说今天要陪欧洲的几位董事长打高尔夫，不会回来了。好。结婚了，还有2个孩子。小心了啊！我要使用我的大绝招了啊！你有没有点同情心呀？没有。 死了，死定了！你怎么那么逊呢？这可是你最拿手的机子。我现在心里很乱。怎么了？上帝之手让我调查 Frank， 结果我一时头脑发热，拿了他一封信。可是从里面没有发现任何有用的线索。不过我倒发现了一个大秘密。什么大秘密？ 关于他曾经在教堂里说过一句“我愿意”，
你是说他结婚了？Morning, boss. Morning, CC。我有一封信来自欧洲，应该到了。是的 ，Frank。昨天下午我把它连同其他文件放在了您的办公桌上。我知道那些文件，但是我没有发现那封信。但是我的确亲手把它放在了你的办公桌上。那好，那麻烦你帮我拿昨天下午的回客单。哦，对了 ，Frank， 昨天你没有见过任何人，但是 Cherry 来过这里。好，那麻烦你帮我约一下 Cherry， 我想在 B 球馆跟他见面。是吧？等一下。来，你听说关于运动的比喻吗？没。Soccer 是最美丽的情人，因为你一直追在他后面，一直碰不到他，碰不到的就很少。Volleyball 是最讨厌的情人，因为谁都不想把他留在他这边。Rugby 是最 soft 的情人，因为谁都想把他扑倒，压在身体的底下。壁球，你知道壁球是什么吗？知道。壁球是最狡猾的情人，因为你永远猜不出他这一去怎么回来。你看，小心！哎呀，是最暴力的情人吧？我要在被敲几下，铁定成白痴了。当然不，你很聪明。我的运动神经真的很不发达，所有的球都跟我没有缘，就这个壁球，简直就是十面埋伏。弗兰克，我能不能？好好，我来教你。你知道怎么对付这个情人吗？来，其实很简单，打壁球和做人是一样的，要忠诚，不能背后做坏事。You have your eyes focused on the ball. Loyalty， 不管他从哪条路线过去，从哪条路线飞回来，你一定要眼睛1秒钟都不能放过他。来，你发球，你直接跟我说一声吧。你看，被人在背后摆一道是多么痛苦的事情。你要是忠诚于这个球，一直盯着他的路线，你一定能打得到他。如果你对于忠诚和背叛有什么感悟，你随时都可以来找我。我敢打赌，弗兰克肯定知道我偷了他的信。那技术那么好啊，可以控制那个球集中于哪一个部位？可不吗？你是没看到我的脸，绝对惨无人道。什么？你毁容了？难道他使用的是江湖上失传已久的面目全非脚吗？哎呀，你就别贫了，也都怪我，一开始就不该那么做。所以你现在应该想要坦白从宽，争取个宽大处理，或者是死硬到底，让他把这事情不了了之，是吧？他都用上忠诚和背叛这样的字眼了，我还想不了了之。我决定，还是招了。人不犯错就不可爱了，要是犯了错还不承认，就更不可爱了。你觉得呢？只要你心里舒服就可以了。
真是罪上加罪啊！就说信是我拿的，就说信找不到了，就说虽然我什么都知道了，但是我谁都不会说的。夏夏加油，加油！你的头上的伤不要紧吧？要是你还想休息几天，就算是病假，工资我们会正式给你发的。没事没事，我身体结实得很，再打几下也没关系。Frank， 我来呢，主要是想向您说一件事儿。Please tell me。就是关于您上次说的那个忠诚，我回去想了很多。我觉得吧，忠诚虽然不能像屈原那样投江，不能像关羽那样单刀赴会，但是至少应该说句实话。这是我的一个 personal mail， 你说的实话不会跟这个有关系吧？嗨，哎 ，Frank 的信是你放回去的？嗯，可我把信封都给撕破了。啊，这么大的一个中国，要找一个一模一样的信封有什么难呢？它本身就是 Made in China， 再说 Frank 又没见过原本那个信封，就算这个有点不一样，他也看不出来。嗯，那邮戳呢？我自己刻了一个萝卜章，但印你是从公司投的。跟原先的一模一样。啊，相信我的手艺比原装的还像原装。我本来都打算跟他坦白了。不妨碍你坦白啊。哎，你想死啊！我现在要去跟他坦白，不就把你给招出去了？他要问我怎么又原封不动的放回来了，我怎么跟他说？你就告诉他，我卓赖是刘谦的 fans， 给他变了一个戏法呗。你怎么就不明白我的意思呢？我天生比较迟钝，不懂得观察吕总监的脸色。不好意思啊，这么久以来一直让你包容我，要不以后你就别惯我了。你没事吧？想吵架呀？还是被你看出来了。你看，其实我们的沟通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嘛。卓远，你适可而止啊。怎么，拒绝和我沟通了？是不是你这句话也能理解为想跟我一刀两断了？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还是那个我是想跟你说，谢谢。那缠绵的地点，难道是爱的天平已经倾斜？下着雨的夜，太熟悉的街，所有的感觉已没有那么热烈。下着雨的夜，心动的感觉，刹那的视线。我们分手吧。太多的借口，没这么开玩笑的。如果一个男人拿分手来开玩笑，就真的无药可救。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。你总得给我个理由吧？我
必须和他分手。这是我现在唯一能够为我们感情所做的事。我家养的金鱼不喜欢我。很明白，爱并不是你要的一切。下着雨的夜，把题压到所有的羊追。谢谢。这个要不要？不要，谢谢。借我过一下啊。你觉得随便一个理由就可以让我乖乖离开吗？你别忘了，一直以来我都是好奇心旺盛的吕笑笑。现在是卓大爷的工作时间，不接受任何的提问。今天你要不给我个理由，就别想工作。你想我说什么？我知道你跟我分手一定有不得已的原因，我没有逼你跟我和好，但你要告诉我，是不是有我不知道、看不见的障碍挡在了我们面前？你又觉得自己是个悬疑剧的女主角吗？我说你怎么自我感觉这么良好呢？很简单，就4个字：没有理由。爱情就跟分手一样，今天我卓大爷高兴就爱，不高兴就分，就这么简单 ，OK？ 以前我跟你说过的所有话，从现在开始都过期作废。你可以考虑，要不要在琅琊继续待下去？到现在我都记得，到琅琊的第一天你跟我说的那些话。记性真好，可惜我已经全忘了。我不相信你忘了。上帝之手就在利用你的好奇心，一步一步的牵引着你走向一个方向未明的深渊。你可以放弃这个游戏吗？你真的要我这么做吗？卓妍真可怜，姐，怎么能帮帮她呀？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是琅琊的前区域总经理和王主编。那个总经理呢，已经回了美国，远水救不了近火，现在只有去找王主编了。那我去找王主编。喂，你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呢，还是真的那么250呢？那个王主编是出了名的女魔头。我问你，
卓源聪明吗？聪明啊，他聪明还是你聪明啊？不相上下吧。还不错嘛，在失恋的非常阶段，对自己的估计还这么乐观。卓源肯定比你有经验，他都搞不定王主编，更何况你了。那别打我主意啊，这件事情得他自己去解决。说不定他早就有计划了。你看他那嚣张的样子，他可能忍气吞声当一辈子清洁工吗？你现在就别想怎么帮他解决问题，你要跟他好好谈一谈，表明你的态度。哎呀，姐，还是你聪明。王主编，我已经把你交给我的话全告诉吕笑笑了。奈斯利推出的产品贯彻了他们一贯的品牌理念，把美丽带给女性。这都千篇一律，不知所云啊！这是我们创意部的事情，你们客户部就不要操心了吗？你们给媒体的公关稿没有把握住核心信息，完全没有体现出客户所想要的重点。我相信，我们最起码比一个客户经理懂得如何遣词造句，如何运用语言的魔法，如何和媒体打交道。还有啊，你们的公关稿用粉红色搭配黑色的底色，这样的颜色搭配太冲，违背了品牌一贯的优雅作风。我在琅琊工作5年，每个月买7本时尚杂志，你还跟我说什么品味、什么优雅，我能不知道吗？你这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个人穿衣过于拘束，名牌穿在你的身上还是名牌，崭新的奢华。你现在最需要的是把一件3万元的衣服穿得跟睡衣一样简单。你穿皮草的下面可以尝试穿牛仔裤，甚至是睡衣，而不是昂贵的晚礼服。你要去尝试一下各种材质的混搭，利用柔软的针织物去冲淡皮草的奢华。你远远没有做到从有到无。好，我承认你说的有点道理，但是你这么一说，倒让我想起一件事儿。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想的是，像我这种人对时尚了解一清二楚，一般都是娘娘腔或者同性恋吧。聪明 ，Mr. Gay， 你的确在这方面有异于常人的敏感。谢谢。我来琅琊快10年了，绝对是一个时尚圈的人，这点承受力还是有的。你来琅琊10年了？我念大学的时候就在琅琊打工，加上那些时间，已经10年了。你知道以前管理核心资料库的人是谁吗？不好意思啊，先过去一下。谢谢。你今天这身衣服呢，充分地暴露你内心的虚荣。我今天这身衣服暴露的是我的气质。哼，瞧你得意的样子，简直是溢于言表啊！没什么好掩饰的，我马嘉祺就是有这个得意的资本。马嘉祺也有不能明摆出来的资本。哎，我这样看着永神说话要维持多长时间啊？晃得我眼睛都花了。是模特们白花花的大腿晃得你眼睛花了吧？哎，我纠正你一点啊，你还算不上我的得意。现在还没有到最后关头，下定论言之过早。
好漂亮啊！谢谢，你也是的。哎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好，去忙去忙。其实你呢，不用装不认识我，你认识一个广告界冉冉升起的新星，很正常，没人会怀疑。第一，请你不要突然从后面冒出来跟别人讲话。第二，你这样咄咄逼人，暴露的是你内心的自卑。我根本不用自卑，我之所以能拿到订单，是因为我的价格合适。所以呢，不要通过你攻击我的方式来掩饰你自己内心的歉意。你这样揭穿我，更暴露了你内心的遗憾和不甘心。对于很多情侣呢，到一定阶段就要公布于众，可这一点我表示同情和理解。下车，不许坐我老婆身上。我已经知道你以前的事情了。我知道你是被王主编他们陷害的，所以被迫留在这儿当清洁工。我知道你一定不甘心，也一定会想办法重振旗鼓。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决定，我都会这样站在你身边，支持你的。小姐，你以为你在出演真情节目吗？麻烦你，把你这份同情心留给别人，我不需要。我不知道你这些故事从哪里听来的，不过我们已经分手了，你就留着这份闲心吧。啊，这个男人是长城光辉公司的总经理黄凯。这家公司呢是专门承办活动的公关公司，从来没有跟我们琅琊合作过，这次是第一次。他跟马嘉�丽是什么关系啊？具体什么关系还不太清楚，但是这次这个公司承办的是典雅的新闻发布会，而这个品牌呢是由马嘉�丽跟进的。我想很有可能马嘉�丽是收了黄凯什么好处，然后才把承办权给他的。那你觉得他们两个看上去关系如何？不太清楚。但是明显在回避什么，好像装作不认识。中期考评就要开始了，这次我们可有好戏看。你就等着看吕笑笑怎样考评他亲爱的表姐马嘉�丽吧。最高分只有一个，如果他把最高分给了马嘉�丽，那其他的总监都会闹翻天。马嘉�丽这次可真是棋差一招，她根本不应该公开和吕笑笑的表姐没关系。虽然她今天逞了一时之快。那这恶果子他还是要自己吞下去的，那是肯定的。Cherry， 我想清楚了，我决定以后好好配合您的工作。我向你保证，之前发生那些失误，以后绝对不会再在你面前发生了。来琅琊这么久，你第一次像一个正常下属这样给我表明态度，你想说什么呢？那个时候朱烈刚离开，我心里有些意气用事。希望您别放在心上。有话你就直说吧，你这样反而让我有点不太习惯。Cherry， 中期考评就要到了，我希望……说到重点了。那我先出去了啊。今年我负责的 Leslie 品牌一共搞了5个活动，发了17篇公关稿，上了36家媒体，总销售额上升了3%，整个市场都在扩大。
Leslie 品牌方面对此非常的满意，也签下了明年的合约。这个业绩肯定是所有创意总监当中最优秀的，所以我希望可以拿到最高分。我会考虑的。青阳的波折是我们一起解决和攻克的，现在风平浪静了，而且他们跟我们保持这么好的合作关系。另外，我服务妍雅客户已经好几年了，这个客户能一直留在我们公司，我的功劳功不可没。所以你在打分的时候，千万不要顾及到我是你的表姐，该打高分的时候就打最高分。我清楚。Cherry， 我要跟你强调的是，青阳的小样绝对不是从我这里流出去传到姚总手上的。除此之外，我这半年的工作没有任何污点，因为所有创业总监的纰漏都不是出在我负责的范围。我的职责很大一部分就是事无巨细的为他们服务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我明白。Cherry， 我知道我们私底下有些不愉快，但是我想还不至于影响到这次的评分吧。在工作上，我是出了名的铁人，一天24个小时，我把18个小时都奉献给了琅琊。上个月 ，Frank 给我加了1次薪水，可是老板永远看的是结果而不是过程。他之所以给我加薪，是因为我连续3个季度保持了寿礼品牌的销售和影响力的增长。光凭这个，我就应该拿到最高分，因为迄今为止，创意部还没有一个人打破了这个记录。你说的我会考虑。公司规定只有1个人可以拿到最高分，我能做的只有公平。别再搬弄是非，卖弄你编故事的天赋，行吗？我可能是少了点乐趣，不过我愿意答应你，只要你好好干下去，没有不能商量的事儿。你知道谁能修改核心资料库的密码吗？进入琅琊公关的人是你，我不过是你在琅琊之外的元首罢了。这种事不是琅琊的内部员工是不会知道的。难道那个人没有告诉过你？我和他1不是下属，2不是朋友，3不是情人，他怎么可能告诉我？再说了，琅琊核心资料库的密码对于我来说根本就没有用。一个外人是无论如何不会到核心资料库去的。他到底想干什么？让你失望了。我也不知道他的全盘计划是什么，我跟他只是交易而已。他告诉我的，是我应该知道的。我告诉你的呢，也是你应该知道的。我们每个人各司其职，各尽其能，别老惦记着和你不相关的事了。我可以为了这个计划和吕笑笑分手，但我不能让她变得像我一样渐渐受人控制。她是因为听了我的话才进入琅琊，才卷入这一切的。我会负起这个责任，查出背后那只上帝之手。但凡爱管闲事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，到时候别说我没有警告过你。当初协议的时候，并没有不许管闲事这一项，任务我照做，但闲事我管定了。中期考评进行的不这么顺利。每个人都想得最高分，而且他们的成绩真的都很优秀。啊，太头疼了。每次考评都是这样。既然这样，为什么只设1个最高分啊 ？Cherry， principles are principles， 你1个字都不能改。这是一个表现领导力的时候。你如果自己的下属也搞不定，你怎么当主管？不如你在大堂搞微商。你不是喜欢那个清洁工吗？怎么了？你还想犯错误了？
人不犯错就不可爱了吗？就冲你这一句话，你希望我给你多少分？是你给我打分啊？是我给你打分，给我打分的是琅琊公司云端的上帝们。我头都疼死了，我想现在就回去跳到浴缸里好好泡个热水澡，然后扑倒在床上睡死过去。现在知道上司不好当了吧？不说了，不说了，我连发牢骚的劲儿都没了。要不我跟你说一件提神的事儿。不是卓源的事儿吧？不是，在中期考评即将来临的时候，让他一边乘凉去吧。我告诉你啊，我知道以前管理核心资料库的那个人是谁了。我希望你帮我这个忙跟中期考评无关。现在说话越来越有老板的口气了嘛。我警告你们啊，在中期考评之前，谁也不要想以任何方法收买我，对吧？吕总，你放心，我非常有自信，单凭我的业绩就可以拿到最高分。就别嘲讽我了，你说清楚我就放心了嘛。你应该体谅我被中期考评弄得杯弓蛇影、精神衰弱。要不，我过了中期考评再告诉你，免得你受了我的诱惑，又给我打了最高分，岂不是备受良心的谴责？你说是吧？你先说说看，看能不能诱惑我走上寻死的道路。以前管理核心资料库的那个人叫梁山，他是一个一流的电脑高手。04年离开了琅琊。又是04年？你说什么？啊，没什么，你接着说。以前的密码就是梁山设定的，他离开之后就再没有过工作人员了，所以密码应该还是以前的老密码，没有修改过。如果按你所说密码是你的生日，那修改密码的人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梁山。这些是谁告诉你的？卓源，你是中邪了吗？他一个清洁工能知道这些吗？是时间告诉我的。你为什么想知道梁山的情况？每天都幻想自己是悬疑片的女主角。那天我喝多了，就跟他讲了一下梁山的事情，结果他一听，哎，就嗨了，非要让我把你带出来，让你好好跟他聊一聊梁山。梁山是一个电脑的奇才，一毕业就进入琅琊公司的核心资料库工作。他参与了资料库里的资料整理、收集，所以没有他不知道的资料。那琅琊不怕他泄露机密吗？这倒不会。梁山这个人性格开朗，但是对待工作的时候，他是出了名的滴水不漏。曾经有一回，我把他约出来喝酒，把他灌醉了以后，问核心资料库的事情，结果他就像清醒的时候是一样的，回答的滴水不漏。我后来跟他开玩笑说：“你是不是受过琅琊公司的什么特殊保密训练？”那他是不是04年离开的琅琊？琅琊04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？你怎么知道04年琅琊发生的事情？江湖传闻，江湖传闻吧。现在还有人传这个？04年对琅琊来说，就像《哈利波特》的世界里面不能提伏地魔的名字一样忌讳。你们怎么知道这些东西的？这个是另一个故事，咱们先把这个说完。04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我也不知道。当时我的职务太低，我只知道琅琊公司的所有高层都换了，据说是发生了一件大事，还惊动了美国总部。梁山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离开了琅琊。他离开琅琊以后，整个人就像变了一样，我再也没见过他笑。最开始我跟他还有些联系，后来渐渐的也就疏远了。那在他身上都发生了什么事儿啊？这个谁也不知道。我只知道他离开了以后，就再也没有去过任何一家大公司工作。后来在电脑城当一个软件维护员。哪家电脑城？
世纪路的131号。我的故事讲完了，下面该听你的了。美女们，如果明天的考评我得了最高分，那可不赖我，也不赖我跟吕笑笑的亲情关系，要赖就赖琅琊的打分准则，实在是太不适合我了。我要是得了高分，可别怪我啊，要怪就怪琅琊。听到了吗，美女们？马总监，现在就开始宣传了。那要是明天没有得高分，岂不是会很丢人？你心虚了。我心虚？凭我安若慧的业绩，我为什么要心虚啊？手下意识的抓裙摆是心虚不自信的表现。可能在马总监面前，再自信的人也会显得不自信吧。那我不是占了大便宜？我相信明天吕笑笑一定会帮你，但我又不相信他敢那么明目张胆。我今天算是知道什么叫大隐隐于市了。在琅琊工作那么多年，最后就沦落到这种菜市场的地方一样工作。哎，时间啊，那个店在哪儿啊？这不对吧？我没有走错了，都绕了3圈了吧？石少爷，你要不认识路别乱带行不行啊？对不起啊，这种地方我从来没来过。你开什么国际玩笑？你知道我多想杀人吗？这刚买的鞋连我脚都瘸了。行，一般啊，少爷不会来这种地方。那没用的才叫少爷。高见。哎，找到了。哎，请问您是梁山吗？我不是，他今天放假。你能告诉我他的电话和地址吗？我们有急事找他。我是他女朋友，我现在怀孕了。喂。好的。我在公司呢。那我马上过来。你好，我是易达快递，有份快件要交给梁山，必须本人签收，请问他人在吗？他不在，我给你写个地址吧。谢谢啊。什么鬼地方？你没事吧？果然这种地方不适合我了。哎，我背你吧。哎，刚才吕笑笑说的是真的吗？是啊，不然你看他怎么跑那么快？嗨，到了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有人吗？
你们找谁啊？我找梁山。梁山早搬走了。搬走了。梁山是吧？梁山，别跑！周岩，这不是琅琊的职业工吗？跑这么快也不怕把孩子跑掉？让你乱说。上帝之手。什么？记下车牌号码了。你还发现了什么朱莉的小秘密啊？清洁工，你太好玩了！我今天还以为吕笑笑是真的怀孕了呢。今天的事要保密啊，否则什么？否则我就把你的秘密说出去。我能有什么秘密啊？这半年里，我们项目部已经完成了大小23个项目，具体的资料呢已经发到大家手上了，大家可以简单的翻阅一下。时间的秘密是什么呢？你有绯闻都不跟我们说，太不好意思了吧？我看出来了，你呀，现在有跟你分享秘密的人了。你们不要以为已经胜券在握了。我知道，每个老板都有自己亲信的下属，老板罩着自己的员工也是理所当然的。但是我不希望我为琅琊所做的、所付出的一切得不到对等的回报，而且这种不公平会慢慢磨损一个员工对工作的积极性和前进的动力。薇薇安，请放心，没有人会被不公平的对待。是吗？那我为什么听说最高分已经内定给马嘉丽了呢？薇薇，事情没有发表之前，请你不要乱讲话。
以前朱丽叶在的时候，也没见你这么沉不住气呀。Carrie， 你说得好，一朝天子一朝臣，上面的老板换了，下面的人自然人心惶惶的。不会吧？真的是马嘉丽？我的奖金！安静，请大家安静。刚才薇薇安讲的纯属子虚乌有，每一个人我都会按业绩打分，绝对不会有偏私之处。是吗？那既然这样，麻烦你打开你的笔记本，让我们看看你是怎么打分的。我们要求打分做文化，不过分吧？我已找到那辆车的一些线索。对不起，先等一下。嗨，吵死了。一会儿就好。你说你找到线索了？我找到车的照片和一些资料，正在调查当中，查到再通知你。哎，不会吧？在会议室外面，你赶快进去安慰安慰他们。你们没一刮照，我就觉得这世界特别讨厌。我们重新开始好吗？跟以前一样，你是卓大爷，我是两个嘴巴笑。我们一起在露台上烤鸡翅，一起吃冰棒。我再也不半夜3更跑到你家去了，再也不问东问西了。我们从原点开始，从好朋友开始。小的时候呢，我觉得所有事情就跟个圆圈一样，你顺着这轨道走，走一圈回到原点，就很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。但你不是小朋友，不要以为这个世界上所有事情那么简单。男女之间没有什么好朋友，要么就男女朋友，要么就什么都不是。那你为什么要帮我呢？你费尽心思找到梁山的地址，记下带他走的车号，查车主是谁。你为我做了这么多，就为了告诉我一句我们什么都不是。我这么做就省得你老是拿一个破信封来烦我，我受够了。麻烦借过。你们真的想看打分记录吗？好吧，请。给我看一下。我会告诉 Frank， 我们每一位总监都是最优秀的。我不喜欢打分这套制度。虽然公司有公司的章程，但我有我的方式。Vivian 满意吗？不过现在只有你，我会改为9分，因为你太影响公司内部的气氛了。当然，如果你不满意的话，现在就可以找 Frank 投诉，我不会介意的。
帮个忙。什么？帮我查一下那个车主。对不起，帮不了你。这么快就辩解啊？哎呀，别这样啊，好兄弟。周岩，你越界了。就跟我说这个。为一个女人，不值得。你是黄凯，所以我原谅你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刚才谁来了？啊，一个送快递的。真的？啊，你看，快递单子都在这儿呢。哎，不信你看看，时间地点都在这儿，一清二楚。嗯。慢点啊！拜拜。哇 ，Good one, Cherry， 你进步了。谢谢。我上次回去的时候，好好翻了翻书，动了动脑子。我发现我的球的问题，主要出在策略上。我站得太靠后了，站得靠后就只能防守。虽然赢取到了更多的反应时间，但是我回球的力量弱，跑动的距离长。我这次改变策略，我要主动出手，主动进攻。哇 ，Excellent！ 进攻永远是最好的防守。我得重新evaluate你这个对手。还好吧？还行。你的中期考核让其他的部门的总监都在闹意见。为什么？有人说你在挑战整个琅琊企业的文化。你这个方法都 bring us back to 60、70年代的大饭锅水平。大锅饭。Whatever， 就是这种落后的管理模式，代替先进的，把我们很多年的努力付之东流。奖励也是一种激励呀，而且我又没说把这次的考评形成一种惯例，关键是谁才是制定规则的人，这个话语权在我。什么意思啊？种醋在同一种状态下，人都会疲倦的，这是鲶鱼效应。在古代的渔船上，渔夫怕捕获到的鱼死掉，就会在里面放上2条鲶鱼。鲶鱼好动，不停地游，就会带动其他的鱼都必须的动，动起来就不容易死掉了。那就是说，这个月给他们松一松绑，下个月再紧一紧。没有伤过我们的 Cherry， 越来越伤总监了。也不完全是手段，主要是创意部的人都太辛苦了，他们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了工作上。你去看看客户部，他们跟你们一样辛苦。那只能说明琅琊的生存条件恶劣，并不能说是这种环境是正常的。我可是你的老板。所以呀，你是拉网的渔夫，我是船舱里的鲶鱼。
么了？我手机落下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哦，啊对对，我是不应该在这儿，我先走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有什么事情我们再联系。没有，不好意思认识我，拜拜。哎，等等，你是不是决定了跟吕笑笑分手？对。好，那你要答应我，以后再也不跟他见面。像你这样鬼鬼祟祟的人，会对他造成麻烦的。据我所知，吕笑笑已经是个成年人，不需要一个额外的监护人了。我们之间的事情，让我们自己解决，行吗？他当初呢，可能就是吃了你这一套故作潇洒的样子，可是我不吃，我是他的表姐，谁要是敢无端的伤害我妹妹，我就要他好看。吕笑笑瞎眼了。至于吗？这么彪悍。现在到我问你了，刚才你们俩说什么呢？他求我来办点事儿，他一个远房表弟想到我们公司来实习。真的？啊，你看，他表弟的简历。你就不该帮这种人，他心术不正，是个骗子。帮不帮他都可以。你看，他表弟就想来我们公司实习，又不要钱，对吗？哎，那个，我新买的红酒，你想尝尝吗？我不喝红酒 ，whisky， 加冰加冰。好，好，我给你拿啊。笑笑的事儿，没有。你觉得他会提吗？那谁知道？没准他想向你说完之后转达我，解释他自己。你说笑笑也是，给自己找什么麻烦呢？非得爱上他干什么？那你呢？你不是跟他挺熟的吗？我又没打算嫁给他。再说了，我跟他也不是特别熟。其实啊。他也算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，认识这样的人没什么坏处。你胡说，你才没有只是认识他那么简单呢，你很看重他。你倒不如说我看好他。你不高兴？对，我不高兴了，我不喜欢你们这样鬼鬼祟祟的人。就知道你不高兴，所以我就没跟你说我跟他的事情。其实啊，这年头眼高手低的人我见的到处都是。就卓源这个柑橘陋巷的人，我就认识一个。所以呢，别因为你妹妹那点鸡毛蒜皮的事给我添麻烦了。随便，我把话放在这儿，卓源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他背后肯定有鬼。我提醒你，离他远一点，保持距离，别等到最后呢，把你骗得一干二净，你才后悔。我知道你不喜欢别人管你，所以啊，我的话到此为止。就是借着卓源给我添麻烦是吗？我空虚，我寂寞，我冷。就是。哎呀，我们同居吧。啊？
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哎呀，Frank 非让我去打壁球，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？张总的 Leslie 要被 HCD 集团收购了。什么？所以拥有了雷斯林。HCD 集团的产品线已经涵盖了日化美容、女士服装、男士用品全线路。可惜的是，雷斯林作为一个本土品牌，有了10几年的历史，这样一来就……你的担心就是我的问题。其实收购最害怕的就是除了品牌之外，一切都要换掉。一切？一刀两断，你明白吗？就是除了品牌名称和工厂之外，不能看到一丝一毫之前 Leslie 的痕迹。宣传策略方面，除了依然本土这个噱头可以用，其他的都要换掉。也就意味着我们之前帮 Leslie 做的本土英雄这个定位要推翻，短时间内必须出一个新方案，不然客户有危险，跟琅琊的合作就有危险。时间紧迫，我这里人手真的不够，所以希望得到你的支持。OK， 没问题，我让凯莉协助你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不同意跟你同居。你好好想想，这同居就是试婚。那我可得适应一下，这后半辈子啊，都得跟你生活在一起。万一以后咱俩不行了，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，我也得早知道。我可认真的啊。有能耐你就把拳头打下来。打在我身上，别在那抡空拳，怪没出息的。什么？你大点声，我听不见。我哪天搬过来？我跟你说，不行。你怕什么呀？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喂，笑笑。嗯，好，我跟小柔碰一下。嗯，马上。我有事先出去一下。既然你这么坚决，那我就再考虑考虑。你这人怎么这么不爽快啊？人家女孩子提出这么羞涩的问题，你还推三阻四的，你看多尴尬。我可没觉得你